哇，姐，我们到南投仁爱乡的亲戚，你看，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但是我们今天应该不只是看看风景这么简单吧？那当然不止喽。你知道南投仁爱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喜欢的原因呢，很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大自然超级丰沛。所以这趟旅程我精心规划过了，我们要来一趟无感的轻奢之旅，把这里的山海星云通通都一网打尽。哇塞，你听你这样说起来，可以有无感体验。还可以有轻奢的感觉，根本是神仙般的行程嘛，听得我灵魂都升华起来了。哎，先不要急着夸我，先不要急着升华，这么有把握？那当然超有把握。等到我们这趟旅程结束之后，你再升华吧。出发。哦。这颗跟这颗，你们看一下，这2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一颗比较高，一颗比较没那么高。哦，它还有一个特点，神秘之物。这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吧？什么东西？是灵芝吗？是。不可能吧？因为这么大一片，竟然还没有被摘走吗？啊，这就是我们秘境啊！所以赶快不能讲出去。这个是傣族接待宾客都会做成这样比较丰富，这叫做簸箕饭。但是因为它这摆得很漂亮，像我如果是贵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来从何下对啊，我手？怎么吃它？想吃哪一个就吃，就直接用手吃啦。所以簸箕饭的吃法是要有点像印度手抓饭一样，比较原始啊。哦，没有很酷哎。是吧？你看这个旋转梯，因为我觉得旋转楼梯是以前我在偶像剧才看过哎。真的。对，手表你从上面走下来，根本就是《流星花园》里面的杉菜走下来的感觉。对，所以我很喜欢穿这样。你自己很喜欢欧式的感觉。对，有一种王子在下面要迎接我们，走下来是满满仪式感的感觉。是。这个馆长茶叶蛋外表看起来好像跟一般茶叶蛋一样，但事实上内涵大不同。它是用3种高山秘方去熬煮出来的哦。而且你看它纹路其实不一般，你仔细看，它有冰裂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刻意做出来的耶。对。这些星星在没有光害的状态之下，感觉离我们都很近。真的在暗空公园就是触手可及的感觉。夏季的整个星空真的非常的热闹，因为夏季的银河最璀璨了。对，尤其是有我们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牛郎跟织女》耶，对。好漂亮哦！你看前面就一个云雾，然后接着就是一片森林，一望无际的哎，这里好疗愈哦，这风景。360度的大自然颜色包围着我们，对不对？对，白色、绿色，这还只是我们今天轻奢无感之旅的第1站而已。来到这边啊，不只是要让你用眼睛看着森林，看着云雾，其实我要带你走进森林里，走进云雾里。所以我特别约了一个在地的大咖，重量级人物。重量级大咖，在这种深山里面，该不会是在修行的武林高手吧？在那边，朱姐，嗨，朱姐。朱姐，一般大家来到合欢山系就会觉得爬山健行、看景是必备的活动，但我特别跟思达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五官嘟嘟嘟嘟嘟全部打开。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觉得到森林里面就像是做运动嘛，对。可是我们不一样哦，我们森林疗愈啊，是要带领大家把手机放下，把烦恼放下，然后呢，我会带着你们将五感打开，领受森林给你们的一些疗愈活动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进行各种的森林疗愈吗？是啊，其实据我所知，森林疗愈啊，现在就是很强调你要体验。是，你要把你整个人都交给大自然去体验，所以朱姐手上拿的这个道具也是要给我们体验用的吗？对，因为我们在山上就是有山上的风，风很重要。对，风是一开始万物的媒介。所以我想带领大家呢，先来领略一下我们
风，跟风一起舞动。哦，跟风一起舞动，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要进森林之前的热身啊？也是这太美了吧，朱姐！我的是粉红色的耶，思达，你看，好梦幻哦，好特别的进入森林之前的热身法哦，既热身到了，也感受到了合欢山的风。来，我们经过与风对话，与风起舞，大家也热身差不多了，我们要准备进森林喽。好哦。朱姐带我们进入的这个森林真的很秘境，因为这条小径的入口超隐秘的耶。朱姐，一般人没有跟着你应该找不到吧？对呀，所以要跟着我们森林疗愈师哦。哎，那朱姐，我们今天这个路线会很难吗？为什么还要带这个登山杖啊？哦，这不是登山杖，这是我们北欧健走杖延伸过来，要提升我们90%的肌肉群哦。90%的肌肉群，所以它跟一般的登山杖使用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吗？是的，不太一样，因为这沿袭我们北欧健走有一些滑雪的选手，他们不是要参加这个冬季奥运滑雪吗？对。那因为呢，地球软化了，所以有一些雪地已经融化了，对，那就进行陆地的训练。所以呢，这个就是延伸过来，帮助我们颈部以下90%的肌肉，让我们训练起来。那既然它是北欧式的，所以跟我们一般登山杖的使用方式也不一样吗？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一般的登山杖不太一样。健走杖是往后压推，嘿，你会感觉你的胸口扩张了，你的手臂帮你使力了，可以减轻你的膝盖的负担。我们要开胸，对，扩胸，整个身体都伸展到，整个胸大肌的肌群跟背部的肌群都伸展到，对，很舒服哎。体育学生拿出了专业名词，信手拈来，没错，随便说而已。好专业，好专业。但是森林疗愈专业还是要交给朱姐，我们继续前进吧。好。北欧式的开胸，哎呀，但是要走对边啊，走对边，对，走对边啊，就说要跟着疗愈师了。嘿，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棵。这是什么？哇，你看这棵的树根，整个连根拔起，可是呢，有没有看到它的枝干还是往上挺立？哎，真的耶！我刚刚以为是枯木。哦，对，没有，它很坚硬的，还是继续往上成长，所以我们取它一个名字，叫做生命斗士。哦，因为它的根已经被拔起来了，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附着在土壤里面，所以它延续它的生命，持续的生长着。这个很励志、很坚毅的生命力，对，被困难打倒还是一样站起来。所以我们呢都说山是最好的学校，我们都要跟大自然学习。敬礼。是的，你看那个雾气慢慢的洒在森林里面，我最喜欢看这种画面了，就好像是精灵帮森林撒了一点糖粉一样。我很喜欢山上的雾气，我觉得很像是人间仙境的感觉。没错。对啊，很梦幻。如果有一点阳光洒下来，那种穿过云雾的，超漂亮。树爷爷，我们来喽！树爷爷年纪很大了吗？哇，好壮观哦！你们猜猜看哦，他大概几岁呢？哇，如果是站到树爷爷的身影下面，这样抬头一看，他这么巨大的话，应该有100岁以上了吧？不止，我们的树爷爷呢，他是铁杉，是我们台湾特有种。
那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慢。你看这树爷爷他的腰围啊，10个人抱不来哦。那我要修正我的答案，应该有200岁了。不止啦，我觉得应该有500。我们估计有上千了。真的呀？是要上对，那是树阿奏，对啊，不是树爷爷而已，树太祖了树太祖了，真的。对，太祖的太祖。对，站在树下看其实蛮感动，就往上看，它见证了我们的台湾的成长的感觉。没错，而且在它的树下，就会觉得有一种被树爷爷庇荫保佑的感觉。对，我们来这里都常常找他聊聊天，抱抱他，都会给我们很大心灵的力量哦。Wendy，思达，是我带你们去探索一个神秘之物哦。神秘之物，对。哈，Wendy，思达，哎，来，你们看看这颗跟这颗，你们看一下这2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一颗比较高，一颗比较没那么高。哦，那再看看，粗一点，颗没那么粗。哦，你说树皮的部分吗？对，好像是哎。对啊，是，这个树皮呢，它就像猪鸡婆一样，对，它是有鳞片的，然后这比较凹看起来凸不平。对比较滑，对，它比较滑。哎，还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明明都长在同一个地方啊，为什么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滑？那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神秘之物，这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吧？什么东西？是灵芝吗？对，是很贵那个灵芝吗？很补的，是很珍贵的那个灵芝吗？是不可能吧？因为这么大一片，竟然还没有被摘走吗？啊，这就是我们秘境啊！所以难怪不能讲出去，难怪不能告诉大家登山口在哪里。都是满满的宝贝哎。是，然后如果有看到这个灵芝的话，那这个树干它就 Facebook。它已经没生命了，所以你看到它的表皮这猪鸡婆，然后这些光滑，因为它确实已经没有生命。那这个灵芝它会慢慢长大。那我们在这一片森林都有很多台湾猕猴，他们在森林跳跃啊，玩累了就会坐在大大的灵芝上面，看风景，然后嬉闹。所以呢，我们灵芝啊，它有一个名字哦，叫猴板凳。猴板凳，哇，这猴子的板凳未免也太高档了一些，也太奢华了。对啊，猴子可能不知道它坐在这么珍贵的物种上头。所以呢，在大自然里，生命虽然枯竭了，但是还是可以有孕育其他的宝贝出来。生生不息，另一种的生生不息。是。朱姐，我知道森林疗愈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化作一颗茧，然后破茧而出，是吗？进化了，进化了。哎，我们这个林下摇篮呢，最主要就是把你的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森林，交给森林。对，那在不走路的状况下，自然你的5个感官就会被打开。最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心灵沉淀下来，然后呢，跟自己内心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对话。我的天啊！除了吊床之外，竟然还有这么享受的茶席，这也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吗？对，因为森林疗愈就是要无感的体验。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品茗我们最香甜的一个茶叶。好啊，在这个环境喝茶，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对味，就很像是一个那种在深山修行或是在隐居的感觉。慢慢喝。
我觉得森林真的是万能的调味料粉。对，你不觉得刚刚嗅闻的时候，因为有了林间的气息，有了云雾的清晰，所以茶香闻起来也特别鲜明。对，喝下去的时候呢，也因为有了森林的包围，所以这个茶道氛围又觉得哇，大大加分。我觉得整个这个旅程这种体验下来，我觉得很像就是一个很棒的充电站的感觉。然后最后喝个茶，哇，感觉都身体就回血回来。对啊，在简单的茶席里面，体会到的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幸福哎，真的。品完茶席，我推荐你们一定要去品尝云南特色料理。姐，你看这个地方这么隐秘，根本就是世外桃源，没错是不是一个很适合练功的地方？根据刚刚朱姐的线报啊，这边藏着来自云南大理，而且几十年从来不外传的绝世神功。这你也知道，刚刚朱姐讲你有在听。不过呢，这一块就算朱姐不指引，我也熟门熟路的，可以说是我的地盘。你的地盘？怎么说？怎么说是你的地盘？因为这里的主人是我们大理段氏，姓段的。对，段氏。等一下，段慧玲，你也姓段呢？等一下，你跟我合作这么久，你该不会今天才发现我姓段吧？尊重呢？没有，突然后知后觉。那你该不会也有传承来自云南大理的绝世神功？该不会你会什么凌波微步啊？该不会你会什么一阳指啊？还是什么隔空点穴之类的吧？注意，这就是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们段家最厉害的不是一阳指，也不是凌波微步，是六脉神剑。如果你有看《天龙八部》，你就知道六脉神剑才是绝世武功。所以你有学过六脉神剑啊？这你又有所不知了。段家武功传子不传女，所以我啥都没学到啊。对啊，你没有传到这种绝世武功，你有什么好拿出来说嘴的？没关系啊，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虽然不会绝世武功，可是我知道这里的绝世料理是不外传的。所以这里有绝世料理，那就麻烦这位段大侠、段女侠领教，带路。领教。怎样变这么亲日？那当然啊，对啊，你姓段的不是姓段的，姓段的不是姓段的。其实我今天改名就叫段思达。哇，姐，你准备这么丰盛的料理给我们，这个太豪华了吧？对，这里真的有藏着绝世料理耶，好派哦。对啊，特地为你们准备的。其实来到清境这边啊，可以吃到像这样子非常有特色的云南料理，跟这里的文化背景也很有关系。对啊，因为我们是民国50年啊，我父亲他们就是在滇缅边区打游击战的，那时候就是随着眷属啊。小孩那些就被安置到这个清静的地方，那我们也就在这里耕耘了50、60年。我也是承袭的父执辈的那个厨艺啊，我本身也是美食主义者。你也是美食主义者，而且在清境这边算是之前异域孤军最后一批过来的，对不对？是啊。我是在泰国出生3天就来台湾了。那你还记得吗？不记得，是父母跟我讲啊。是坐最后一班那个运输机。最后一班是。对。后来就安置到这边来。就来到这边呢，也用料理的方式把这些以前的记忆还有历史的脉络轨迹保存下来，让我们不会忘记。是。那段姐。这一盘虽然我们一家亲，但是我没有吃过这一盘这么丰盛的耶。这个是傣族的料理，一般傣族接待家族的人或者是宾客都会做成这样比较丰富。它有特殊的名称吗？这叫做簸箕饭。但是因为它这摆得很漂亮。像我如果是贵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该从何下手？对啊，我怎么吃它？想吃哪一个就直接用手吃啦。用手抓吗？抓手这样去沾。所以簸箕饭的吃法是要有点像印度手抓饭一样，比较原始啊。以古时候来讲都是用手抓。那用手抓，那你们不能趁热吃哎。
对啊，它因为它都是很多烧烤味，它都没有很酷哎。那这个酱也是特调的酱料，这个是南咪，它是用番茄那个跟一些辣椒去做成的酱。哦，先是蔬果，先是蔬果类的，沾一下南咪酱。这样子，先这样。哦，你沾了好多。你沾，这个南咪酱好好吃，番茄会有酸甜的口感。然后蔬菜本身很新鲜，所以蔬菜会有一种甜感，辣的感觉是后面一点点才会出来，而且是接近舌后根的味道，有点像是后面再给你来 push 一把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它的辣度是不会像我们以往那种觉得它会越南料理或什么泰国料理很辣、泰式料理很辣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是很刚好的，它辣度是很香的，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大家都不吃辣的，对，都可以接受的范围。接受。对，那蘸酱我们知道吃了，其他也都是其他就是手抓。现代，我想试试看这个肉饼。现代人，你吃一下烤肉饼。这个烤肉饼里面是很多香料在里面。哦，肉饼要也是要沾，不沾，它已经调味了。哦，里面有很多特殊的香料。对。是你们自己种的吗？我们自己种的。哇，你有没有觉得烤肉饼看起来好像会是很咸或是重口味，可是吃进去整个都是蔬菜香。哦，加一点饭，这时候手抓吗？但我不知道该就直接这样随你啊，整片吗？太大块了吧？哦，这样掰一块这样吧，捏一点，对，捏一点，搭配着肉吃这样。这样子啦，这样子。对。那我也还是想要沾一点南咪酱，也可以啊，对不对？而且它对里面的香料就是让那个肉饼很有层次，就是它有很脆脆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吃饭呢，它之所以好吃，会有好吃加倍的感觉，是因为手抓。哦，手抓会。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用手拿手抓，就多了一分乐趣？对。有时候饭的好吃，我们讲色香味之外，那个气氛很重要。你整个气氛，这个文化的感觉对了，好像本来就好吃的东西，又变得更好吃了。而且我觉得你一桌这样，如果一桌朋友或一桌家人一起吃这个，大家有种那种抢着吃的感觉，对，比较有趣，这样会很热闹，吃起来会很热闹，就特别好吃。手抓就很有趣。那另外呢，这一道有点像椒麻鸡，又有一点不像椒麻鸡，它到底是不是椒麻鸡？其实外面的椒麻鸡不是正宗的椒麻鸡，我们这个才是正宗的椒麻鸡。正宗椒麻鸡，果然是像我们大理段式的武功一样，正宗的武功在这里。对，这你用筷子吃看看。这个滋味跟我们段家的凌波微不一样，变化多端，妙不可言。因为它不是你单纯想象的只是麻跟辣而已，它其实吃进去有甜、有香、有多汁，慢慢的会有麻，再来一点点辣。对。我觉得这椒麻鸡很像是吃下去，它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的感觉，对，所以感觉到很多香料啊，甚至香气慢慢在你身体窜出来，厉害。这道我也晓得，师大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得出番茄跟豌豆做的，豌豆粉，它是用绿豌豆做的，把它弄成炒番茄蛋的感觉。哦，但番茄炒蛋也是比较台式的料理，所以有一点像是云南料理跟台式料理做相结合了，在地化。试试看。结合番茄炒蛋的豌豆粉，有没有滑嫩的感觉？好滑嫩哦，好喜欢吃豌豆粉哦。因为豌豆粉就是很滑口，很像在吃小点心，然后润润的，有点像是果冻或是蒟蒻的感觉，但是呢，里面又带着一点豆香，而且。段姐把番茄炒蛋跟豌豆粉结合在一起之后，感受又不一样。对啊，吃起来我觉得很下饭，是比较健康的。每一道都是段姐自己别出心裁的独门武功。
这次旅行的主题是五感轻奢，奢这个字很重要，所以住宿我们也要有一点点奢华的感觉。我已经看到这栋建筑，这不只是轻奢，我觉得根本就是已经顶级，已经太享受了吧？你看是个城堡哎。没错，其实来到清境这里啊，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住宿的选择很多，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风格来挑选你喜欢的民宿。但因为轻奢，所以呢，我特别选了这一间，是我们今晚的落脚处，就是要有城堡的感受。我光看到城堡就觉得我今天的疲劳都已经消失了。我今天体验当个欧洲贵族的感觉，迫不及待要入住了。不只是欧洲贵族，它甚至在这个位置有一点点云端上的仙境感哦，可以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当然喽，你看旁边都是云雾。Hello， 嗨，松温迪斯姐的你们好，欢迎光临云端仙境。哇塞 ，Sophia， 这边走进来之后，整个很宽敞的感觉，而且很舒服，而且我觉得这边怎么那么整洁干净？我们城堡是刚落成吗？很新的感觉。其实我们已经经营4年了，那很多贵宾进来都以为我们是全新开幕的，对，因为其实老板对整洁度有极度的坚持跟要求。哦，跟你一样，处女座，跟你一样一，样是洁癖的客人。对，就是有强迫症的。小小强迫症，对，小小那客人强迫症很开心，因为有这样子的要求，他们可以入住的非常安心。但是他之所以有要求或是讲究整洁度，也是因为他很爱这个空间，他投注了情感在里面的原因。真的，再加上他的工作以前就是在七期经手了很多个案子，他很想要在这个地方盖自己属于自己的梦想。像你这么说，男主人他自己以前设计了很多豪宅，所以他有朝一日可以在梦想之地设计属于自己的家的时候，一定也都是完全他心目中想要的目标跟样子。所以他心里住了一个小王子，因为他真的融入了很多城堡的元素。对，像我们刚刚在外面看的尖塔啦，还有走进室内之后发现，哇，欧式城堡就是有很多白色方格窗。对，我们使用的是双层的气密窗，而且它的格纹设计跟城堡的整体设计非常的统一一致。设计上面是这种梦幻的感觉，但是在建造上面呢，就是把它设计师的那个坚持加进来，材质也要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初在山上盖的时候，它的建造的一个困难度啊，还有建材的挑选跟运送，还有这里的师傅非常的难招聘啊，对，因为路程比较远，光车程就要2小时，所以现在工时8小时就扣掉了，对，所以他花了整整10年，然后不断的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10年里面很多小细节，真的可谓是10年磨一剑呐！真的，这些细节我们也都是可以感受得到跟看得出来的。是的，你看这个旋转梯，一般的楼梯可能直上直下，但是这个旋转梯它的雕钻啊，它的选材，感觉真的都有很多巧思在里头。像这个旋转楼梯花了很多的心力，因为像这个旋转的钢铁，还有这个踏板的大小啊，只要差一点点，其实就不完美了。对，而且我觉得旋转楼梯是以前我在偶像剧才看过的，真的。对，Sophia，你从上面走下来，根本就是《流星花园》里面的杉菜走下来的感觉。对，所以我很喜欢穿这样。你自己很喜欢欧式的感觉，对，有一种王子在下面要迎接我们，走下来是满满仪式感的感觉。是，这光走楼梯都开心啊！真的耶！所以每天你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我是小公主，穿着蓬蓬袖。大家做旅游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不要就是住一般的，因为我要做平常没有做的事情。所以来到这里的住客，可能女生就会在那边走上走下，所以会常常看到一定要有楼梯。对，也很适合拍婚纱哎。有真的有人来拍。对，如果那个长长的婚纱礼服这样子脱逸在裙摆脱逸在楼梯上，然后坐着啊、站着啊，然后侧边都很美。每次都看客人一直这样拍。对，城堡真的每个角落都是很梦幻的小细节在里面，是不是很期待房间？对，我们去房间看一下喽。走。哇，会惊呼连连呢！哇哇哇！这个房间不止宽敞，而且这个采光怎么回事？你看有天窗哎！啊，有天窗就是不一样，我们沐浴到的都是自然光。对，这采光超好哎！这个有时候女生来这边拍照，一定会超好看，因为自然光直接洒下来。是，而且你不觉得有天窗的感觉呢？你向上望，完全可以看到清净、非常纯净的天空，还有
绵绵的云朵，晚上可以想象躺在床上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星空，日出就能看到朝霞。哇，那这样我有点担心哎，我觉得怎么了睡这边会舍不得睡啊，因为白天跟晚上都不一样的风景啊。而且你不觉得它除了天窗之外啊，这种莫兰迪绿的颜色，对带一点梦幻感，好像王子跟公主就可以在这里幸福快乐的生活。对，真的这种温馨童趣的感觉。对啊，不过我觉得啊，最无敌的还是窗外的这片景观。哇，思达，你看看这个阳台，窗外的景色就是正对着奇来山，哎，离我们好近哦。哇，这是无敌山景哎！这一开门就看到这超漂亮的风景，看着奇来群峰，有没有很想爬的感觉？我觉得可以你去爬，然后我坐在这边喝下午茶，我觉得也很棒。哎，好像也是一招。对在这里看着山景，太享受了，因为真的整个山谷风光还有人线都一览无遗耶。对，而且我们在前进这边的气温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在阳台是非常棒的选择。空气也很好。哇塞！我住过那么多民宿，常常吃 buffet 啊，吃白粥啊，或者吃一些三明治、汉堡之类的。有看过早餐就吃骰子牛了吗？而且你看，我早上从那个旋转楼梯走下来，然后早餐就吃这骰子牛，我根本就是贵族啊！哎，对，是不是有一种好像你真的化身成王子的感觉？对，就是不然就是什么财阀家庭之类的。对啊，而且除了骰子牛之外啊，我的是香料鸡排，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豪华，因为它的分量很大，外皮光是视觉上就已经是非常脆、非常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直接看直接流口水。而且思达，我跟你说，它这里的生菜也很讲究，这里的生菜呢都是跟在地的农家合作，3天之内现摘现采。哦，难怪看起来这生菜特别脆亮。如果你超过3天的话，他们可是不会供应给客人的哦。试试看生菜，哇，真的好爽脆哦！最喜欢生菜那种清清爽爽、滋啦滋啦、脆滋滋的声音，一口就吃得出新鲜。超级脆甜度100分。对你的骰子牛怎么样啊？我刚刚已经偷偷忍不住吃了一口，趁我不注意啊，超级 juicy。真的。对，而且它外面煎的就是外酥内嫩的感觉，觉得牛肉也是很新鲜牛肉，很棒，水准之上。对。鸡肉也很好吃哎，里面那个汁的感觉啊，是让人觉得很甜、很鲜、很温暖，有一种温暖感。另外，它这个皮吃下去的时候也是脆脆的，我觉得也非常好吃。哇，早餐有点太幸福，我觉得对啊一早就好像来到高级那种排餐店的感觉。我觉得民宿主人很用心。对。因为他们在建筑上面的细节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其实很讲求给客人的享受，或是给客人那种放松的感觉。早餐呢，则是给我们像家一样的感觉。对。思达，吃完了早餐，我继续带你造访合欢山。我们来到这个呢，是合欢山相当厉害的公园。这里是公园。公园。姐，虽然我对合欢山没有到那么熟，但是这边就是常常骑西进五岭必经路线，这就鸢峰啊，这停车场啊。公园是要有设施，那才叫公园。对。但是你常常骑五岭，讲的好像五岭是你的后花园，你竟然不知道鸢峰这里就是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它不但是公园，它还是国际级的哦。国际级的公园。对。朱姐。朱姐。对，温迪刚讲的没有错哦。我们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很厉害，因为它是由国际暗空协会 IDA 严格认证的。目前呢，亚洲有3座，哎，只有3座，对，我们是第3，对不对？对，一座是先是韩国认证，再来日本认证，再来就是我们了。所以我们不但有公园，我们还有亚洲第3名，有上凸台的公园，好不好？你看你骑五里，你这样经过，你都不知道这里有暗空公园还是国际暗空公园。因为通常骑到这边头都已经抬不起来了。对，但是好，你说是理解你。对，国际的，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在我们这里天天几乎都有流星可以捕捉哟，所以几乎天天都看得到哦，对比例很高，比例很高哦。对，姐，但你虽然说你带我来这个暗空柜很厉害，没错，但是我们来错时间了。怎么了？现在这么早，哪有星星看呢？还是我们晚点再来？还没有天黑，对朱姐有安排。啊，是的，我最贴心了，在天还没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秘密基地哦。哇塞！有没有很与众不同？对啊，这也太酷了吧！这很像有科技未来感的感觉。哦，而且它是圆形的剧场哦，太空舱。竹姐是什么地方啊？哇，这个星空剧场啊，它很威哦，因为它结合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呢合欢山的地景地貌，还有我们的这个天文知识，全部融合。制作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星空剧场。而且我觉得你不要太早惊叹，因为你只是看到这个圆形的剧场，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等一下播出来的影片，这个创作，我觉得才是更加让人视觉震撼的。哦，所以我惊叹的太早了，太早了，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东西。还没有啊，视听震撼、视听效果都还没有出来，对不对，朱姐？我们这边除了视觉的一个享受、响应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灵的感动。而且朱姐有帮我们准备小道具哦。对哦，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选一个哦。选一个怎么选呢？这个圆形的图腾代表你的分身。等一下会进去跟着剧情一起互动。现在赶快摇动寻星镜哦！摇动寻星镜，将星星点点连成6大星座。星星守护你吗？是不是？是的，我们现在摇动寻星镜哦，加油加油！噔，最后一个耶！6大星座完成了，这6大星座今晚高挂星空哦。巨蟹，看看我们认识哪几个？双子、飞鱼、猎户、金牛。对，对爷爷来说，星星是夜晚的光，照亮回家的路。爷爷，我长大想要当太空人，去找我的星星。好像飞进宇宙的感觉，被吸进去的感觉。对啊，飞进外太空的感觉。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每个人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发光发亮。哇，你看，我们看完剧场，已经看完了，这就是要送给你们的礼物哦。每个人专属的星空小卡，对，小卡也是我们刚刚2个太空任务的成绩单。来，我们熊掌是拿的。好，你的神兽怎么在睡觉？来，朱姐，看一下。等等，朱姐你怎么也在睡觉？朱姐，我很努力耶。只有我的神兽在展翅高飞耶。你看，你太厉害了，成绩都被你抢走了。所以我连这个星空成绩单都是模范生等级的，厉害厉害。然后重点来了，就是这个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原型分身图腾嘛，它下面有个星星的名字，这就是我们刚刚找到了自己的守护星。我的是天王星，我的是木星，我的是火星。真的也是每个人完全不一样，独一无二，量身打造的。对啊，所以这张要好好的留存起来喽。哇塞，竹姐真的太贴心了！你看，我们做完星空剧场的体验之后，还有满满一桌好料的。先暖暖我们的身体，暖暖我们的胃，等一下看星星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冷啦。而且你知道这一桌不只是暖心暖胃，还结合了很多高山食材，我觉得一定要品尝，因为平地的时候你是吃不到这些来自高山的食材，比如说这一份馆长茶叶蛋。
这个馆长茶叶蛋外表看起来好像跟一般茶叶蛋一样，但事实上内涵大不同。它是用3种高山秘方，有大禹岭的顶级高山茶，有高山的蜜苹果，还有山当归去熬煮出来的哦。哇，真的是我们元丰游客中心鲜甜的，而且你看它纹路其实不一般，你仔细看，它有冰裂纹，你有没有看到？很漂亮它每一颗纹路都很漂亮，我觉得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个是刻意做出来的耶。对，就刻意敲出来这个纹路。但这个手法不能透露，是商业机密。好香哦，香气跟一般的茶叶蛋真的不一样。它是非常重成本，它用大禹岭的高山茶，它这蛋非常 Q 弹哎。很 Q，对，然后因为它有用了很多高山茶，还有用蜜苹果，所以还有山当归，所以它的香气很不一般。这个茶叶蛋，它吃进去之后，那个茶香是余韵很重，非常让整个鼻腔口腔都非常舒服的。对，很有层次的一种香味。真的耶，好好吃。另外啊，我一方面闻到茶叶蛋的香气，另外一方面这一锅鸡汤的香一直飘出来，那个香气是香到爆的程度。而且它的香味，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香味，平常在我们山下比较闻不到的香味。闻不到的香味，这一锅鸡汤加了阿里山蓟，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株高山植物阿里山蓟鸡汤。另外呢，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食材，就是埔里香菇。我觉得这个很有韩式人参鸡的味道跟质感呢。它喝进去之后，就好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有个云雾把你托起来，因为它很清甜，甜度非常棒，再加上加了阿里山蓟之后，它有一点植物的香气和草本香在里头。对，我觉得喝下去有点像被森林拥抱的感觉，它给你那种温暖的感觉。这个应该可以喝个10来碗，因为喝下去之后又清香，但是整个人又好暖身哦，对，整个都温暖起来。除了这一锅鸡汤之外，旁边的羊肉炉我觉得也不能错过，它也很香。对，大家来根本也不是问旅游资讯，大家来吃饭的。来吃饭的，这太强了，这个被旅游资讯耽误的餐厅。很嫩，吃进去你就会觉得口感啦，还有味道，也不是那种药膳味很重，让你觉得太过抢了羊肉本身肉质鲜甜味的那种感觉。对，现在羊肉也是选得很好，就是不会有特别重的羊骚味。对，哇，来这边好难选择哦，这个汤，到底要喝哪一个？最好全部都点了，茶叶蛋也点。对，这是没办法选择，都要。哇塞，是可以这么幸福的吗？满天的星斗就在眼前，而且肉眼就可以看得到哎。对呀，朱姐，我觉得你们这个设置真的非常贴心。我们现在是躺着观星哎，对，星空躺椅，而且夏季的整个星空真的非常的热闹。好像大家都出来开 party 有那种感觉耶，好缤纷哦！我们的四季星空，夏天就是大家要来看的，就是银河。因为夏季的银河最璀璨了。对，尤其是有我们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牛郎跟织女。耶，对。我跟你们讲哦，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星空真的对我们心里都有疗愈哦。马上就可以放松，然后呢，让自己呢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斗，可是低下头来就可以找回自己。所以在研究，确实我们在星空下会有疗愈的效果。所以我们白天做了森林疗愈，晚上的时候就用星空疗愈。对，那看着真的很疗愈、很可爱，整个人都沉淀了呢。重点是这个行程真的很放松。耶！
是啊，你有没有觉得暗空公园真的有它的魅力之所在？是因为这些星星在没有光害的状态之下，感觉离我们都很近。真的在暗空公园就是触手可及的感觉，对啊，这真的是国际级的景点，太享受了。对，在这边呢，你随时要准备一个不用钱的东西，就是愿望。哦，愿望是，随时会有流星吗？对，365天哦。如果没有云雾遮天，我们呢常常天天都会有流星，所以你一定要预备好愿望。好，这样等一下流星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来得及许愿。